Wait! Don't fire! He's got one of the babies. 2024又一部丧尸片惊悚来袭，此片用真实的第一人称视角曝光了一盘多年前警方的执法录像带。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一处小镇，最近发生了一起连环婴儿失踪案件。经过警方对此事情的连番调查，终于追踪到了失踪婴儿藏匿的地点。于是今晚警长集合了全体警员，荷枪实弹地来到了一处废弃别墅前，周围一片漆黑安静的可怕，这让几人不得不加强警惕，用手电筒打探了一下屋内，并未发现什么异常。于是一个警员上去就是一脚踹开了屋门，屋内的灯光除了有些昏暗模糊，并没有发现一个人影。就在几人以为又扑了空时，2楼冲下来一个龇牙咧嘴的女人，对他标准美式执法清空弹夹后，天花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下一秒，一只丧尸又从楼梯下窜了出来，接着四面八方都出现了丧尸。好在几人都手握真理枪爆头，只有摄像师手拿摄像头，丧尸扑到他跟前只能靠同伴解救。越来越多的丧尸朝他们扑来，但俗话说得好，一切的恐惧源头来自火力不足。很显然，伴随着不断冒着火花的枪口，这些警察根本不恐惧。很快，1楼的丧尸全部都被他们消灭干净。就在他们准备前往2楼时，又有一只披头散发的丧尸冲来，手握真理几人当然毫不客气，对方还没落地就被送去了西北。屋子里到处血迹斑斑，冰箱里有各种不知品种的肉末。就在摄影师想和其他人会合时，一个手持电锯的丧尸突然出现，摄影师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慌忙关上了小屋房门。就在他准备从后面逃跑时，却发现又有一只丧尸拦住去路。在2只丧尸的夹击下，摄影师只能沿着楼梯跑向2楼。见丧尸还没有追上来，他准备先躲在一个柜子后面，等他关上头上的照明灯，屏住了呼吸。电锯丧尸已经追来，丧尸寻找无果，转身离开后，小哥这才敢探出了头。他发现房间中央摆满了白色蜡烛，似乎在举办什么祭拜仪式，而对象是个四不像的怪物。就在小哥一脸疑惑时，楼下的队友又激战了起来。他急忙返回楼下，想和队友会合，大声喊话，防止被美式和谐。谈话中，电锯丧尸再次出现，可这次他面对的可是火力全开，众人把他挤在客厅一顿输出，瞬间就将他打成了筛子。一个警员似乎受了什么刺激，直接拿出匕首还要鞭尸，捅了9981刀后才停了下来。队长老白让大家清点子弹，准备硬攻上2楼。这时他们注意到丧尸们的额头上都绑着一块绷带，难道他们是某个组织吗？不得不说这些人胆子真大，要是我早就开车跑路了。对了，说到车，我最近想出去玩方便点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，快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还没等他们仔细思考，下一秒楼上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，上头的警员率先冲了上去，其他人则小心翼翼朝楼上移动。没过一会，那名警员的惨叫传来，另一个警员想立刻冲过去营救，眼镜男急忙抓住了他，并告诉其他人要保持冷静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分头行动。交代清楚后，几人按住摄伏特小心移动，搜索一番后并没有发现警员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丧尸从旁边经过，他们急忙跟了上去，可屋门已经被死死锁住。这次他们没有野蛮冲撞房门，而是移动到隔壁寻找其他入口。隔壁天花板破的大洞格外瞩目，低头一看，竟然发现了一颗陨石，上面冒出的白烟和缝隙告诉他们一定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。Some kind of meteor? I don't know. It's cracked open. 就在这时，刚才那头丧尸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警员一发霰弹枪直接打断了丧尸的大腿。看着对方没了动静，警员小心翼翼撕开了他额头上的绷带，只见丧尸的大脑已经被挖空。这时隔壁再次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老白让摄影师把摄像机架在墙上查看，希望借助洞口看清对面。Hang on, ET! We're coming up there! Star. How I wonder. 突然出现的东西把众人吓了一跳，他们想去3楼搜查，来到楼梯口才发现前往楼上的路已经被木板封死。这时他们想起了楼下的电锯，可当老白返回客厅拿起电锯时，原本已经凉透的丧尸竟又站了起来。子弹如果没有用，那便用物理超度。老白果断用电锯劈向了丧尸，再次将他送去了西北。可他转头一看，
发现躺在地上的其他丧尸也全都复活。于是老白也不过多废话，把冲过来的丧尸全部一分为二。解决完这些丧尸后，老白将电锯交给了前面的小黑。通过电锯的一顿输出，很快就清理出了一条通道。小黑打开一扇红色的房门后，发现里面竟然摆满了婴儿玩具。接着，一只抱着婴儿的丧尸突然出现。由于有孩子在，小黑等人不敢贸然开枪，丧尸也没有攻击几人，而是径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。等几人围过去，才发现这竟又是一条通往楼上的过道。都来到这里了，众人也没有退缩，鼓起勇气一路来到了顶楼。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好几个婴儿床，但只有一个床上有婴儿。老白慢慢掀开盖在婴儿上的床单，惊恐地发现婴儿竟然长着一张尖嘴，那模样根本不像是正常人类。就在这时，小黑听到黑暗处传来诡异的声音。当灯光照过去，众人这才看清，竟然是一头长着巨大鸟嘴的怪物，它正在吸食失踪警员的脑髓，接着扭头将脑髓喂养给床上的婴儿。如此恐怖的场景下的几人都想报警。这时鸟人也发现了警察，他站直身子发出诡异的怒吼。老白没有犹豫，立刻一声令下，所有人火力全开，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到鸟人身上。变成丧尸的警员又扑向了摄影师，鸟人也跟着向他发起了攻击。在摄影师倒地之后，丧尸又冲向了其他人。好在最后鸟人也坚持不住，也浑身鲜血的倒在了地上。幸运的是，摄影师并没有死，所以最后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